到饱火锅店吃到的牛后腿这块理论上比较垃圾可是在台湾比较受欢迎，这太夸张了啦！我想放弃这块哦。这个地方我觉得切起来搞不好是好吃的，也是可以拿来卖烧肉片。后腿比想象中还要香，是一个对于不喜欢吃油的人来说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我意外你们喜欢吃这块肉你们在舔盘子太扯了吧？我们完全预估错误嗨，大家好，我是 Ken， 火星主厨今天我们继续来切肉。我们今天呢要切的这一块肉呢，是大家很常在吃到饱火锅店吃到的牛后腿，通常应该会叫三叉。那我们也要感谢广元商贸赞助这块肉，让我们可以拍切肉的影片给大家看。你吃了很多肉也都是广元提供的。好，我们先把它打开来。你的手先离开，因为我拿刀子。你想被刀砍到啊？他看得到我。刀剑无眼，刀剑有眼。你这个年代人是不是都没看过武侠片？没有看过。那理论上它是一块腿肉啊，你看到上面有一层比较厚的油，这个油基本上是要修掉的。然后因为它是一块很大块的肉，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放心的把它修掉。看修到这边都还是油。那我们在火锅店吃，好像油都还是在，对不对？毕竟它是吃到饱的店它没什么修新它的可能性在。反正切薄片大家都吃嘛。今天很呛是吧？其实这个油它就比较偏软，跟那种乐眼那种油又不太一样。修到肉了。这个好硬哦。看它怎么样？好油哦，天哪！而且这个很硬，我会感觉到我的刀锋都快崩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边的肌肉的纹理是这样子长的，是这样横着长，然后这边变成是这样子长，这就是它叫做三叉的原因。然后这个地方，看这个筋膜很厚，这叫三叉筋。请问你要吃什么？现在要玩厨师游戏了吗？我还在拍片呢。我想吃珍珠美人鱼吃的东西。珍珠美人没有吃什么东西。你觉得 Pure 好看吗？还好。珍珠美人鱼有图文版吗？这个修起来好累哦。因为干手皮比较好玩。对，干手皮比较好吃。我现在修下来这个都不能吃，到底在干嘛？在做披萨。去他们家做啊，卖披萨你找他，他披萨小王子。这个好弹哦，天哪，跟上次那个一样弹弹的，那个超好笑，会短。这个修起来很累耶。倍数10倍数啊，但这个肌肉纤维就很明显了，一颗一颗的。这个小筋膜真的是最常修这种通常我们都会希望说把它稍微放在冰箱风干一下再来修，会比较好修它。不然现在很有弹性，然后又粘在肉上的，就没有边界，就比较难修。不过我们稍微修一下好，因为我们今天这块肉还要拿来做别的事情。砍不断，好扯哦，这把刀砍不断的。这面我们大概先修到这边，我们先把它翻过来啊。这一面哇，精彩！哇，很精彩嘞！听到那个刀子卡到筋的声音，难怪大家都买这块肉都不要修，修起来太累了。我们把这边修开来，因为这边看起来有个很厚的筋膜，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它交界点在哪里。看起来是从这边延伸过去的哦。你要把不要的肉放在中间。我没有想要理你的意思。你很坏。对，我是全世界最坏的爸爸。好，这边我们就可以这样拉着，这样子刮它，把筋膜跟肉给分开，因为这边变厚就比较好弄。这也太累了吧？好，我知道怎么了，这边是筋啊，就是它三叉的地方。来，先把它拿掉这边。你看到这边这个筋膜这么宽这么厚，所以我们先把这边拿掉就好了。这理论上来炖煮是好吃的啦，可是你看刀子根本进不去了。好想放弃这块啊！
这跟刀子没关系，这不是刀的问题，是筋的问题。这块肉理论上就不应该在这边修啦，换心情来切这边。筋超多哎、你看这边这一块也是硬的筋膜，直接推才是正确的做法。那你们刚才在做什么？我们在耍白痴，还是我们直接开一刀给大家看，这个有多复杂？这边看起来还算正常，最不正常的这一段，这个就是粗的筋啊，所以干脆就是沿着这个筋把它修掉。这个筋就直接留起来。给你吃，这个我觉得看起来还算就是腿肉，没有到太夸张的地步。这个地方我觉得切起来搞不好是好吃的，如果筋拿来炖一定很好吃，因为它很厚啊。这边啊，这个筋，你看它伸到这个里面，我要怎么切？对不对？整条伸进去的。这个如果修筋的话，它耗损太严重。这一面都是筋。其实这个搞不好有些地方切起来是好吃的。看这个肌肉纤维这么粗，那它还是有一些有油花的地方，像这一块应该是有油花的。哇塞，那个筋，听到了刀子在哀嚎。说什么？这一块肉太肉了。什么东西？有些时候那个腿肉拿来修一修，也是可以拿来卖烧肉片。对吧？这个修起来也太累，我很累，我只是累到讲不出话。看，这太夸张了啦！找不到那根筋要从哪边下，因为太粗了。我决定了，我要把它整个切掉了。这个实在太粗了，这就是叫你没事不要修不适合修的地方。它还跑进去了。我是下次不要修它。这块肉其实我是想要拿来做腌牛肉的，生牛肉火腿。所以我们要切哪一块下来吃？我们切这上半部吗？那其实这个你看蛮漂亮的，看起来漂亮，吃起来不知道，可以吃吃看啊。你看这油花整体来说是漂亮的，看起来是 OK 的啊。我们就不要整自己了，不要切太多。这样，我切这个刻花，刻细一点好了。希望它刻花是好吃的。牛排吗？可是油花看起来不错啊。哪一半？这一半。有牛肉块来试试看好了。我觉得其实油花看起来不错啊。那我们就先修行到这样。我们要搬新的工作室了，那边会有更多的课程，跟不管是吃肉的课程、切肉的课程，或是玩什么东西的课程。如果各位干爹呢愿意就是摆东西在我们后面的话呢，让我们的工作室不要只是空空的工作室呢，对，大家要赞助我们厨具、赞助我们烤箱，就来信跟我们讨论。感谢大家。我们现在到了什么时间？好，我们来烤这个牛腿。我先认个锅好了。如果最好吃怎么办？那没关系。搞不好今天是你第一名。好，那我们先吃简单一点，吃这个肉片。我没有在怕。整块牛腿拿出来，没在怕的。我怕的要死，也蛮香的。先撒一点盐。好香哦。对吗？后腿比想象中还要香。你吃这块小块的好了哦。不过它还是很吸油。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把它生吃哎，因为我们切得太累了，那个筋实在是惊人。其实切起来可以，切起来的手感还行。我先吃。为啥？行吗？还有很多筋。可是很好吃我觉得比想象中好吃我本来以为这块烤起来会干干尬尬的，那个筋我觉得是 Q 感的，不是很筋感。你吃吃看。不错。
吃起来其实 QQ 的。第二名，没有想象中好吃。你才吃第一块就说第二名，那你吃吃看你的，我觉得 QQ 的比想象中好吃对不对？我觉得比鲤鱼馆还好吃。跟鲤鱼馆比，这块理论上比较垃圾可是在台湾比较受欢迎。我觉得鲤鱼馆可能还是偏柴，对，这个吃起来还有一点 Q 感，肉汁也很饱。它的筋不讨厌。对，那筋不会让人家觉得受不了。再吃一块。对，啊，你要哦？可是我们在火锅店通常都，因为它修圈有点麻烦，而且其实我们挑的是油花比较多的那一半，比较漂亮的那一半。对，它其实有很瘦的那一半。其实牛排看起来不错啊，对不对？可是这边我有一个没修好的，我等一下把它切掉好了。有点感觉好像可以耶，这块肉，要不要后切的也拿来？那我们先吃颗花的好了。妹，这块肉比想象中好吃，对不对？对啊，意外。我上礼拜去东京吃烧肉，然后最后可以选说你要吃瘦肉的小布亚 k 就涮一下那种，或者是你要吃就是比较油的部位的。然后因为我们吃很多肉，我们就想说我们要选瘦的，就是瘦那个油花也是爆炸，都比这个还要多。哪个？你要吃这个哦？我意外你们喜欢吃这块肉我也蛮意外它这个味道，我本来有点看不起它，我对不起它。这个拿来做铁板烧那些，其实味道会很不错。我觉得主要是它带和牛基因，所以它吃起来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它刻花可能没那么好，还是偏瘦啊。这块给你好不好？口感很 Q， 对不对？我们完全预估错误我们那时候在切的时候有多嫌弃它我们在耍白痴。你吃吃看，我切到手都觉得快断了这很好吃那颗花好 Q 哦，对不对？我还要。等一下，靠，有时候就不要全部拿去做那个了。那你觉得这样切起来是值得的？有手好累，是不是很 Q？ 扎实可是又 Q， 然后那个筋感不会咬不断。它的味道很好对，它的那个腿味很赞对，就是那个和牛的那个淡马牛的基因的味道，整个就是那个薯条味整个都跑出来，超意外的耶！对啊，早知道我们多切几块。它的削青实在是，那我们来吃看牛排好了。牛排看起来，知道。可是我觉得这块应该是你如果有功力的话，拿来修，然后做成铁板烧，是一个对于不喜欢吃油的人来说非常棒的一个地方。这没有，不错。薄切的牛排很适合，这个风味很棒我们是不是应该隐藏一下这块肉？这块其实在台湾虽然是腿肉然后麻烦，可是它是受欢迎的，因为那个吃到饱很爱。我觉得牛排超好吃的。是大老板的，拿去给大老板吃。你还没吃到牛排我还要。等一下。刚刚那一片不应该拿去做盐腌牛肉。来不及了。我的天哪！它的那个肉汁好饱满，口感是 Q 弹的。对于我们这种吃很多那种入口即化肉来说，它反而是新大陆。目前我们瘦肉吃下来最厉害的，也比豚肉型好吃。比干牙算瘦肉吗？也不是。我觉得不算了。你看那个屁，你那舔盘子太扯了吧？舔什么盘子啊？真的很意外这个超意外的。还是因为你选对边了？全红的那一块一定不行搞不好可以。来不及了。这个是有点像 tataki 的做法。tataki 你可能咬不动，我来吃就好了。这个 tataki 的做法，它可以全熟比较好吃。这个有点韧 ，tataki 不适合它。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鸡肉纤维，然后那个筋膜，就想说真的很靠北。这样好吃吗？我觉得熟一点比较好吃，这个有点韧，对不对？还是有点韧。这个适合全熟，难怪吃到饱要反正吃到饱人也不太会料理。我去吃到饱，我也不会认真对待每一块肉就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好吃就有点要咬。可是我是可以接受。重点它那个甜味很棒，
鲤鱼馆的话，它甜味就是咬一咬就没了。就瞬间就没了，这个咬一咬，一直咬到后来都还有，然后不会咬到后来变柴。不会踩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神奇。腿感跟那个血的感觉没有，没有，这件事很棒。剩这块，我吃你跟你哥哥猜拳。酱芥末，这段要逼掉。小个酱芥末。谁赢了？我你赢了。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做它的那个盐腌牛肉，对，咸火腿、生火腿，吃完了、真的，剩下都拿去腌成牛肉啊。是真的吃完了。哦，我觉得有点可惜耶。太可惜了。我蛮瞧不起的，因为它很大块，我们那时候觉得，你看我修的时候还修得很随便，然后笑到那个脸都很臭。我手真的很痛啊，都抽筋，那太硬了，咔咔啪啦啪啦，哦，难过。我觉得它的耗水应该还是大的，因为有一部分是没办法，它只有一大块，上面大概2/3 OK， 大概有1/3是不 OK 的，然后还要去掉那个修筋膜的耗水，还有那个油外面那层，以经济效益不划算。如果说像我们一样要做盐腌牛肉啊之类的，它其实是可以修下来。做烧肉片来说，应该经济效益真的很大。看怎么样的烧肉，如果是高级的烧肉的话，可能大家会想要尝试那种风味很够、甜味很足的肉，然后又是刺身的，不是那种肥油的。哎、为什么？谢谢哥哥帮我们先开了一罐可乐，搞不好是他自己想喝的。那是自己想喝的、啊，不是我们要喝可乐，喝到他业配我们。那我们来结尾吧，结尾就是我们不要自以为很懂，因为我们以前吃三叉都是那个去叉叉 Paradise。吃到后来，我就觉得宁愿吃美牛的那个牛五花，就常会出现那种吃到饱店，所以40块肉在台湾其实算是也没有说很垃圾，就其实它量没有那么够，而且它便宜啊。就是我没想到它烧肉会这么好吃，淡马牛的风味，就和牛那个风味，整个就跑出来，那个薯条牛油味，的确是被我低估的一块肉啊。我很可惜，我之前没有认识它拿来做烧肉，可是那个修的工实在有点。或许日和会再值得一点啊！如果这块肉有兴趣的话，参考下一集，因为我们应该不会剩下来抽奖。下一集的盐腌牛肉，哎、可以干熟。哦，对啊，那有那么多，可以啊。对，然后干脆我们就把它切片之后再把筋修掉，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如果大家有更多肉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那也可以支持我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让订阅、按赞。如果愿意支持我们的话，可以加我们的频道会员。频道会员就是会偶尔会有一些福利啊。然后我们之后新工作室里面有些活动，可能会让频道会员先优先报名。如果有更多想要学修肉啊什么，可以报我们的修肉课，修肉课在下面。对，可以报我们的牛肉修心课。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你不用动手的，直接吃修好的肉的课程，也有这种。只是会比较贵。有吗？对。不一定吧。呀。你要收多少1万块。有点贵。1000。太少不行。总之呢，如果想要参加更多的课程的话，可以底下看我们的网站上面会有课程的内容。想要买刀子的话呢，就是也是一样，我们的网站也有刀子。我的网站也有刀子。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